释宪案怎样啊？国民党喊了说2020用选票把民进党下架了哈。那佩莹怎么看昨天的这个释宪？今天那个韩国瑜的总部说，这个大法官是蔡英文的御用大法官嘛，所以这个变成他的一个选举机器。但我觉得可能还是还原一下，因为今天之所以有这个释宪，也是因为国民党的委员有提出申请释宪案嘛。那这个缘由又是怎么样？其实是这个年金改革，其实在台湾这个议题已经10年以上，这个改革进程大概1到2年的时间哈。那正反方大家都提出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立场。那其实很多民众也是搞不懂大家到底在吵什么。那其中有一点大家一直在提说，认为政府这个年改是违宪的，有团体一直这样子主张嘛。那今天大法官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改革大家可能想法不同，但至少在法律上它本身并没有违宪里面有一个部分，那部分违宪的部分，今天退辅会说，因为大法官说即日止就是停止生效嘛，所以也要马上开始来立法修正。那我觉得还是回到说，到底年金改革这个事情在台湾它有没有这个需要？刚刚胡文哥说，你这个改革也只是延后破产，并不是解决破产这个问题，认为这个是一个假改革。但是我想要问大家的是说，那难道说不改革让它马上破产，这是大家期待的真改革吗？那年金的这个将来会破产，影响到年轻世代的军公教，这是一个事实。我知道，因为将军不好意思，其实我自己家庭是军公教背景，爸爸妈妈还有亲戚很多都在这个里面。那我知道说，对很多退休人员来说，我的母亲也是退休人员啊，退休教师，他们因为真的有受到实质上的这个领的退休金的影响，所以情绪上面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家族里面也有年轻的教师的从业人员。其实我觉得在年轻的世代里面，大家其实是知道，或者说也可以体谅，也可以认为说这个改革它即便可能不喜欢，但是它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大法官释宪里面也讲到了，第一个它符合公益性，再来是说它确实如果为了这个年金的永续来讲的话，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改革。那我觉得你可以仍然是不喜欢不认同这个立场，但是在这个辩论或讨论里面，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理性来看待。因为如果你一直主张说这是违宪，好，那今天大法官也释宪了以后，你要说啊，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操作，这个是一个选举的机器。那请问这个国家里面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讨论，即便是法律释宪都没有办法来讨论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是没有办法下去的。原子，一般老百姓其实直觉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就是说国家答应我们的事情，怎么可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可以忽然间说改就改？当初大家做军公教，薪水比较低，现金比较少，可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来做？因为图谋一个退休之后的一个安稳的保障，所以才进来的。可是当我们准备要退休的时候，怎么改了？然后改了还告诉我们说，本来就是应该改，这是基于公益，你们就是应该牺牲。你退休10年了，20年了，突然又改了。对，那如果我知道国家会改，我可以转业啊，我可以不要干这个啊，我可以规划我的退休生活啊，在我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忽然间就改了，所以大家不能接受在这一点嘛。可是大法官释宪有没有针对信赖保护原则做一个比较清楚解释？感觉上也没有说一个比较让人家可以接受的说法。但是最可怕的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法官。他们在开会过程当中，居然是可以，如果按照汤教授的说法，1个2个可以主导整个过程，那是不是以后只要讲话声音大的，或者有特定政治立场的人，可以去做司法的最终的裁判？这才是最可怕的。那我们明年可以透过选票让这个年金改回来，可是司法官以后的大法官会议，如果都用这样子理盲的方式在做审判，才可怕。而且不是只有司法而已哦，监察院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是小英提名的监察委员，对于半蓝半绿的态度就不一样。比如说之前有几个监察委员纠正赵怡翔的那个人事案，结果外交部居然说无法接受，小英总统说没有问题。那这些监察委员还要继续在纠正弹劾监督我们的政府，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小英意识贯彻，我们过去宪法的5权分立已经全部被打乱了。来，立文，就美国当时为什么打内战，就是因为一个大法官的会议解释说黑人是财产。就这样子，那所以你要解放黑奴就是打仗了，没有办法。那今天这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说，大法官会议解释对于政策对不对、政策适不适当、政策好不好，他是不管的，因为那是你民选政府、民主政治、国会的权利，他是不介入的。所以一个很烂的政策，它有可能是合宪的。一个很好的政策，搞不好是违宪的啊！所以对大法官来讲，他其实是叫恪守，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违反宪法的原则。但今天
我们看到那个汤德宗老师他所提出来的意见，就说连他自己身为大法官，他都觉得这个过程你的原则。跟前面的这个前瞻的时候的 case 是一个原则，后面又一个原则，你自己本身是双重标准。第二个，你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以刚刚他提的那个大法官的发言，那是路人甲，那是选民啊，选民说国家都破产了，怎么可以不砍年金啊？你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专业，而且国家没有破产，破产的是基金。破产可能是不是国家了？国家没有破产啊，所以你根本搞不清，就让人家觉得说这种品质，这种讨论的品质，那你有没有说服大家说，今天你甚至可以在你的文里面说，这个政策好不好，我们不管，这个政策符不符合人民的期待，那你们用选票决定，不是我大法官决定的。但是这个我只管它合不合宪，那你要能够说服大家，你觉得为什么合宪，为什么不合宪？那以前台湾的大法官。为德不足最好的例子就是说，那个阁揆副总统可不可以接阁揆？就说不宜，违宪就违宪，合宪就合宪，就讲个不宜。那不宜大家就在猜，那不宜呢还要再保，不会再问一下，你像那个签诗，庙里面抽的签诗有没有不宜？上签、下签还是中签？那到底是哪个叫合宪不合宪？那你一个大法官没有一个道德的勇气。然后甚至于遇到现在你现代的社会里面，像这种社会安全制度、社会安全网，它是一个高度专业的公共政策。你大法官念法律的人，他不一定懂这个啊。那你必须要有专业的讨论，然后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正义。所以刚刚两个人的正义不一样啊。对于吴将军跟广大的这些军公教的前辈们，他们觉得是违反正义，而且违反我对这个政府的信赖。然后刚刚佩仪讲的是说，年轻人觉得说这是就是民进党讲的世代正义嘛，所以大法官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宪法正义。每一个人正义不一样，你的正义跟我的正义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正义不一样，大法官要告诉我们，你心目中宪法的正义是什么？你要解释，老百姓要听得下去。在台湾是一个撕裂的社会，你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省级，甚至于不同的地域，都有不同的正义的解释。这个国家是碎裂的国家，不只是对立而已，是一个碎裂的国家。一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你是有足够的公信力让这个国家团结，还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一个不被政治污染的机构。NCC 它应该独立的，它也被污染了。中选会应该中立的也污染了，监察院乱七八糟，然后现在连大法官大家都是支持年改的就觉得大法官解释的好，反对年改的就觉得大法官解释的不好。这个大法官本身他的解释都没有办法再一次的确立大法官会议崇高的一个地位，反而在社会里头被大家践踏。这整个国家是一个宪政危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基石已经颓败动摇，已经是土石流了。好吧，韩国瑜竞选总部说司法沦陷，大法官成为选举机器哈。那苏贞昌肯定总统勇敢扛者符合世代正义哈。那教师代表批释宪沦为蔡政府的遮羞布啊，还学生怎么看？真的心如槁木死灰哦。昨天那个释宪案，说实在，结果还没出来，大家心都已经知道了。我在地方跑，也没有人有任何反应。只有感觉就是明年把它赢回来，只有选票才有真正的力量在。包括去年的公投结果，这个行政部门也不可能去支持他，所以最好的就是靠选票证明你的政治实力。今天军公教还是你的员工，你竟然说背叛就背叛，然后今天要砍之前也没看过政府做过任何努力，你有没有提升过任何的基金的营运的效率，来证明说这基金会不会真正破产？我都没看到任何努力。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反正每次开会的时候，民进党就让你讲，好，这个条文让你讲1个小时，这条文让你讲2个小时，讲完就表决，从委员会表决到大会，反正就是他你想立就是要给你过。所以这一次这个结果，我觉得马英九比较衰一点了，因为马英九从年终慰问金，对不对？世怀将军很清楚，年终慰问金造成国民党2014、2006败选。但马英九就是这个人，他提名的就不会有太多党派色彩，他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人。结果，现在监察院搞不好管业会出事情了。然后你其他的，不管促转会、党产会、NCC， 我觉得现在让我觉得最悲哀是，应该属于这个政府，让大家感觉到中立、客观，让国家感觉到这个国家机器不会有任何政党营私，不会随政党轮替有任何的政治介入的，现在全垮了。所以我现在只有感觉，现在努力一点。明年把它赢回来，用权力、用政治实力来证明谁才是对的，才是真正的正途。
哦，基本上啦，就是说应该把旧的跟新的分开了。旧的已经承诺的要继续给人家，那个要有信赖保护原则，你不能够中间翻盘的。新的军公教可以有新的办法，你要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我新的办法就是这样子。哦，那你如果说我不行，这个东西我这个退休以后拿的钱太少，你不要来嘛。但是旧的，因为你答应人家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变呢？啊，所以新的旧的其实应该分开的。赵兄，我要补充一句。那个新的老师，他们公务员跟我讲，他说现在旧的他给我改，你认为我现在领的少，30年后他会不会改我？前面就可以改，后面也可以改啊。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至少我的办法，我新旧，我早就讲，你这次不是现在讨论好几年了。那个时候一旦有这个问题，新旧就应该分开了。一刀全没事。旧的归旧的，对，新的归新的。那旧的钱不够，政府补贴嘛。我要补贴就是这样，你前瞻计划可以花8800亿，你不能补贴吗？你答应人家的嘛，你欠人家的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合理来看哈。你那个军工教那几个基金几千亿上兆的基金运用效果太差嘛，这不是我讲嘛，你拿出来看嘛，你这样我很简单嘛，你把过去30年一般的民间的基金啊，或是全世界比较有名的几个基金，你找5个嘛，它的平均每年收益累积收益跟我们的军公教退抚基金的收益比比看嘛，差3倍。我们那计算过。你是怪谁呢？你怎么怪军公教呢？你怪那个操盘的嘛？你怎么操的盘呢？对不对？今天。比如举例来讲，以去年、今年来看，基本上你这个基金大概那个收益一般的好的还可以的，都是6到8%了。那我们多少趴？2%。差多少？哎，你这个是怪军公教吗？是你操盘手太烂了嘛？那你把这个怪到军公教，你说我说基金要破产，再讲一次，基金破产跟国家破产是2回事情。国家是不会破产，台湾这中华民国怎么会破产？财政还可以啊。基金破产那是你操作太烂。